王一川、黄阳明。第二资深记者黄阳明说：“你是自己努力的知道。”中国人的问题不回答。第一个，我国籍叫中华民国；第二个，我的父亲来自于中国的湖南，他是民国12年出生的。中华民国是唯一的中国，争议问题。所以，难道你立委只剩下抹红吗？我只能说，这个叫浅绿技巧。王一川语音力，你去骂国民党就算了，一杯水都没有，谁下令工作人员不准倒水给委员了？搞什么东西？这是一种名嘴式的乱发表，这种官威大可不必。第一个，议事人员是公务员，没有义务帮立委倒水。在立法院里面负责茶水服务的叫公有技士。第二，会议没有开始，服务人员没有服务的义务。网络上的直播只有影像没有声音，也不能打开，所以这是总共。昨天是杯葛议事，在立法院只要主席宣布会议开始，声音就会送出去。所以王一川人菜没有关系，但是瘾大就麻烦。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王一川在还没有开会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不准倒水给委员了。韩国瑜搞什么东西？乱七八糟。内政委员会的争议是为了选罢法礼拜一的修法，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对峙嘛。当然，我不认为国民党的做法是正确的。可是当今天民进党要拿这个事情来吵架的时候，请你要聚焦在程序性的问题。就王一川，你去骂国民党就算了，你去讲水嘞，我们的水嘞啊！韩国瑜一杯水都没有，谁下令不倒水的？我觉得这个就大可不必啦。还反复强调说搞什么东西，韩国瑜搞什么东西，可以下令不倒水，乱七八糟。他搞错状况了。第一个，议事人员不负责倒水，他怎么会有这种印象是议事人员要负责倒水？在立法院议事处或者说各委员会的这些议事人员，他们都是国家考试通过的公务员，他们没有义务要服侍立委，他不是奴仆，他没有义务帮立委倒水。在立法院里面负责茶水服务的叫做公有技士，属于约聘雇的职务，他们是适用劳基法。结果王一川骂完之后，后来就有一个大姐赶快就拿着一个托盘，上面就有很多的免洗杯，一个送进来。我觉得王一川应该要跟议事人员道歉，真的，因为他连议事人员不负责倒水都不知道。第二个，他在这样的抗争里面去扯到东西，然后再去无限上纲到韩国瑜，也就证明了他没有东西可以骂，随便借题发挥，这是一种名嘴式的乱发飙。最后你只能让人家觉得你耍官威。可是大家都忘了一件事情，王一川是因为劳动部公务员的霸凌事件，不分区立委洪申翰要去接劳动部长，所以当上立委的。所以当他今天一上来去耍官威，这会导致人家觉得你们就在那边反霸凌，结果现在把气发在工作人员身上。我是认为这种官威大可不必，因为立委真的没有很大，虽然议事人员都很怕立委，可是有很多的在立法院的议事人员，他们的学历资质不输线上很多很强的立委，只是他们就是考上国考从事这样的工作。所以王一川要先把对人基本的尊重先拥有，否则你去讨水喝真的是大可不必啦。赖社群是一面倒的去攻击他，你这个到底是什么水准？我们好可悲，缴税给这种人。我跟你讲，你要知道，从王一川他骂人的主席台走下去10秒钟就走到茶水间，对王一川来讲，这件事情是一个重伤，因为他的不分区立委能够当几届，那王一川本身又没有什么民众魅力，他终究有一天是要去选区域的嘛，这个东西就会一路跟着他。每次他参选，议事人员一杯水都没有，谁下令不倒水的？这种嘴脸我跟你讲，一般民众看了就是讨厌。而且其实我们要厘清一下，会议不倒水的问题，是因为昨天会议被杯葛，所以会议连开始都没有开始。会议没有开始，这些服务人员根本没有服务的义务，因为立法委员不能随时命令议事人员在非议事时间帮你做议事之外的工作。所以昨天骂完之后，他们去倒水，我说给你一点面子啊。没错。那王一川他实际上他不是内政委员会的委员，是国防外交委员会。昨天国防委员会在审国防部的预算，徐巧芯就酸他，现场不只有水，还有咖啡。如果你要的话，可以随时上楼拿。如果今天是开会的状态，任何一个立委走进去坐下来，我跟你讲，那个大就会立刻帮你送上去。所以我是不懂王一川是真的太菜了，还是怎么样，连最基本的东西都还没有，还是说他递补之后也没有开过几次会，所以他对立法院的生态也还不熟。所以我建议他既然那么菜他应该先多在立法院待着，少上一些政论节目，少开直播，先把本职学能学好。像他昨天还讲了一个很荒谬，我们在这边杯葛都没有声音看我们直播怎么知道我们在讲什么这个昨天是杯葛议事，在立法院只要主席宣布会议开始，现场国会频道声音就会送出去，这是一开始国会频道运作讲好的模式，而且国会频道直播是苏家权时候立下来的规则。对啊，所以我说王一川人菜没有关系，但是瘾大就麻烦了。对，就给他一个称号嘛，就巨婴立委，这就巨婴嘛，真巨婴。他现在大的问题是，可能就把他私底下对助理的电视台企划的那一套搬到立法院。有一些来宾，他们确实咖位比较大，对于工作人员都是用呼来唤去的方式。因为像王一川，他第一个公职是
是交通局长，他以前是学者，不管怎样，这些都是属于有绝对权威的人，所以他可能觉得把部属当下属来使唤，没错，很正常。但是其实很多立法委员也是在媒体或公众上面是一个形象，在私底下又是另外一个形象。那现在的任媒环境，这样的老板很容易就出包，因为现在的助理没有那么被吃定了。所以我是奉劝王一川委员可以思考一下，你在立法院的人设到底是要什么？如果你今天是要用这种惯老板、耍官威、逢寒必反这种模式哦，那我觉得他未来在立法院恐怕是会做得很辛苦了。当一个新科立委，不用当到这么摇摆，不需要莫名其妙没水喝这种事情拿来发脾气。你应该讲国民党的立委，你们人嘞？我们现在要开会啊，你怎么不来？主席嘞？这个才叫做政治攻防。对，因为他就是想要扯到韩国瑜，院长不会去下令委员会的事啊。所以我说，当他无限上纲，他就犯错了。就这件事情来讲，民进党也没有人听他。据徐小新传回来的消息是，王一川说这是中国人的批评不予回应。医院的资深记者黄阳明批评你说不懂议事规则，还欺负议事人，说你是据理力为，请让你回应。中国人的问题不回答。第一个，我逻辑叫中华民国；第二个，我的父亲来自于中国的湖南，他是民国12年出生的。他出生的时候，中华民国就是唯一的中国，所以我的父亲这一代就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因为当中华民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代表政府。对，那以我来讲，我在中华民国台湾桃园出生长大的人，我平常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但是小时候我们是被教育是要当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但是如果王一川他现在他那个中国人的概念，一定是所谓政治上的红色的同路人，或者抹红你呢？对，难道你立委只剩下抹红吗？我只能说这个叫黔驴技穷了。执政党当家闹事也不是第一次了，赖清德都说，所以如果今天政党没有接受大法官会议的解释，青鸟会退出来。从那个时候基本上青鸟就已经变成赖清德或者说民进党的一个附属组织，这不就变绿卫兵的招式了吗？你要说斗不斗争都没有关系，这股力量一直都存在，而他们的同温层的经营，你必须要承认他做得很好。像8·9闽南郎就是来维持这一种社群热度很重要。他们是一个新的 KOL， 他是把反共的议题融合在包括双城论坛也好、青鸟行动等等，当然他有他的用意。我觉得现在台湾你要说台派也好，或反中的力量，黑熊学院也罢，这股力量它到底有多少？比如说昨天他们号称是6000人，我们尊重，可是当初青鸟行动他们喊到多少人？会场喊10万。对啊，所以我只能说这个半年缩水10倍。那昨天我比较讶异是国民党的态度，决定是要对干，直球对决。必须说这个对社会氛围不是好事，而且是那种极端派、意识形态派的对立。民进党真的要继续走这种所谓的40%同温层强化的路线吗？我们应该回到法案的讨论。但是呢，国民党会选择用这个方法，某种程度他们可能也是知道这个议题是在玩意识形态，他不是真心在跟你讨论法案了。昨天在现场有认真在讨论法案吗？没有啊，所有上去都在煽动情绪，都是在讲要反共，都是在讲要罢免谁啊，这不是好事。民进党用官方的命令去下令青鸟要集结的时候，结果你所端出来的菜是这个样子，最终伤害的还是你的执政权威。你自己号称民主进步，结果是民主大退步嘛，你们丢死了。所以青鸟啊，咕咕咕咕咕这样子叫，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还是要讨论问题本身。